年会抽奖，大屏幕上跳出我的名字，结果部门领导却不认识在公司干了5年的我。装逼凡，谁呀？我们部门有这个人。这5年我在公司累死累活，可他们却对我像透明人一样无视。行，那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我叫庄必凡，在鼎盛科技干了5年，专门负责后端开发，月薪8500，5年来从没涨过。上个月公司来了个新人，柳如烟，25岁，副总的外甥女，岗位是技术运营专员，她的月薪是28000。她入职那天，技术总监王总亲自带着她挨个工位介绍。这是柳如烟，以后是咱们技术部的运营专员，大家多照顾。各位前辈好，以后请多指教。这位是庄必凡，后端开发。你好。柳如烟打量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跟着王总走了。我听见他小声问：王总，他是老员工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太熟。5年了，我在技术部干了5年，部门总监却说跟我不熟，挺正常的。我不爱说话，也不喜欢社交，开会从来不发言，团建也从来不参加，存在感基本为0，也难怪他不认识我。看见没？一来就是28000，我去年申请涨薪才涨了500，关系户就是不一样。这可是副总的外甥女，能一样吗？干活吧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，这都被欺负成啥样了？我没反驳，因为他说的对，我就是太老实了。老实到干了5年，8500的工资从来没涨过；老实到扛着整个后端系统，领导却不认识我；老实到凌晨3点被叫起来修服务器，第2天开会表彰却没人提我名字。但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活法。我不爱抢功，但我也不傻。核心系统的代码全在我脑子里，他们甚至不知道系统是我一个人搭起来的，没有一个人问过，也没有人要求我写详细的文档，一个都没有。下午，柳如烟来找我。庄哥，王总让我跟你学一下后端的基础知识。你是技术运营，学后端干什么？王总说多了解一下技术，以后沟通方便吗？庄哥，你在公司多久了？5年。哇，老员工哎，那你工资一定很高吧？我刚毕业1年，还什么都不懂，我舅舅就给我安排到这来了，这28000拿着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我没回答他的问题。28000挺好的。庄哥，你多少啊？该保密的还是保密吧。柳如烟没再问，但我知道他已经有答案了。这个公司薪资并不保密，他只是想从我嘴里确认一下，好从我身上找到优越感。我懒得配合他。那个新来的柳如烟 ，L 28000月薪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人家有舅舅啊。咱们技术部那个庄什么，干了好几年了吧？听说才8000多，太惨了。老实人就是这样。不过他也是不会来事，领导都不认识他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5年了，工资只有8500，一分没涨过。明天早会9点都准时参加。咱们技术部上个月表现不错，客户投诉率下降了15%。尤其是后端这边，系统稳定性提升很明显。这里要表扬一下张浩，优化了好几个接口。张浩站起来，笑着点头，谢谢王总，这是大家的功劳。那几个接口是我写的，张浩负责的是前端，后端他一窍不通，但他汇报的时候写的是协同开发，基本上是把我的名字抹除了。领导不懂技术，只看汇报，汇报写的是谁的功劳，功劳就是谁的。我就像一个隐形人，做的再多也不会有人看到。庄哥，下午有空吗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上次你说的索引，我不太懂。你学这个干什么？王总让我了解一下，说是以后可能要我负责跟客户对接技术问题。行，那下午3点来找我。下午3点，柳如烟准时来了，我给他讲了半个小时，他似懂非懂的点头。庄哥，你讲的太专业了，我听不懂。那就慢慢学。要不你帮我写个文档吧，简单一点的，我能看懂的那种。拜托了，庄哥，我真的不太懂这些。这是你的工作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是不太会吗？不会可以学。庄哥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帮个忙而已。我的工作是开发，不是给你写文档。哼，怪不得干了5年还是这样。明天开始，后端系统的运维工作交给柳如烟负责，你主要负责开发。运维他懂吗？他可以学，你配合一下。配合这个词我听了5年了，我一个后端开发，配合了所有人，怎么从来没有人配合过我？庄哥，王总说让你教我运维。运维的事，我周末写了个文档，你自己看。这也太长了，庄哥，你能不能直接教我？我现在有开发任务，不耽误多少时间的，就一会儿。柳如烟，你的工资是我的3倍，你觉得让我放下手里的活来教你，合理吗？庄必凡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你看文档，有不懂的再问我，我现在没空。庄必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必凡，你怎么回事？柳如烟来跟我说，你不配合他工作。我有开发任务，没时间手把手教他，文档我已经给他了。他刚来，不太懂，你多担待一下。王总，我一个8500的开发，教一个28000的运营专员，合适吗？必凡，工资的事你从哪听来的？公司里谁不知道？工资是根据综合能力定的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。
我知道，那你教一下他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但我手里有开发任务，完成不了，扣绩效的是我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开发任务可以往后放。回到工位，我打开招聘网站，开始投简历，投了2周简历都没什么回音。张浩看我天天刷招聘网站，凑过来，想跳槽啊？看看，现在市场不好，我劝你别跳，外面更卷，这里起码稳定。稳定，5年来只有8500，可真是太稳定了。这天下午，公司系统出了点问题，一个核心接口爆锁，影响了客户使用。客户打电话来投诉，市场部那边急得团团转。谁负责这个接口？赶紧查！装逼烦，装逼烦，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打开后台查了10分钟，找到了问题，是服务器内存溢出，导致接口挂了。我重启了服务，优化了一下代码，问题解决了，全程不过20分钟。下次注意点，这种问题不能再犯了。这不是代码问题，是服务器配置问题。我之前提过，需要升级服务器，一直没批。升级服务器是运维的事，你做好你的开发就行。运维现在是柳如烟负责，他不懂技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陈述事实罢了。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庄先生您好，我是星辰互联的 HR， 看到您的简历，想约个时间面试，您方便吗？方便。那这周6下午2点可以吗？可以。挂了电话，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，规模不大，但业务发展的不错，在行业里口碑挺好。岗位是高级后端开发，薪资范围18到28K，我心里燃起了一点点希望。周6我去面试了，面试官是技术总监，问了很多专业问题，我一一回答了。庄先生，你在鼎盛科技主要负责哪些模块？后端核心系统从0到1搭建的，包括用户模块、订单模块、支付模块。从0到1，你是核心开发？可以这么说，技术部一共4个后端，核心架构是我设计的。那你为什么想换工作？想有更好的发展。薪资期望呢？18K 以上。我们这边给你25K，加绩效的话能到28K，你觉得怎么样？25K 是我现在的3倍。你考虑一下，我们对你很感兴趣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下周1给我们答复。好。走出那家公司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恍惚。5年了，我在鼎盛科技待了5年，涨薪申请被拒了3次，理由是可替代性强。结果换一家公司，人家开口就是25K，我真是浪费了太多时间了。周1，我给星辰互联的 HR 打了电话。您好，我接受 offer。太好了，庄先生，那您什么时候能入职？最晚1个月后。好的，我们等您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了公司的离职系统，也是时候该走了。离职申请提交后，第2天才有人找我，是 HR 王倩。毕凡，你要离职？对。为什么？是薪资问题吗？综合考虑吧。你再考虑考虑。不用了，已经决定了。唉，好吧，我帮你走流程。审批流程走得很慢，3天过去了，还是待审批。离职审批怎么这么慢？王总那边还没批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想留你吧。留我？你是技术骨干吗？技术骨干每个月8500。劳动法规定，辞职申请提交后30天自动生效，不需要审批。毕凡，你别这么较真。我没较真，你帮我转达给王总，30天后我自动离职，审批不审批是他的事。唉。当天下午，王总把我叫到办公室。毕凡，听说你要离职？对。为什么？薪资问题？对。你想要多少？这不重要了，我已经接了其他公司的 offer。多少？不方便说。毕凡，你在公司干了5年，感情还是有的。你走了，后端系统谁来维护？可以招人。招人哪有那么容易？你那套系统，新人得学多久？王总，这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。毕凡，我实话跟你说，你这个时候走，对公司影响很大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要走？对。你一直是个踏实的人，怎么突然这么冲动？王总，我在这干了5年，涨薪申请被拒了3次。去年年会抽奖，念到我名字的时候，您问旁边的人我是谁，您觉得这是冲动吗？王总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，他的表情僵在脸上。我不管他，继续说。5年了，我扛着整个后端系统，您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不是冲动，我是想通了。王总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说：“审批我给你通过，既然你想好了，我不留你。”谢谢。离职流程开始走了，交接工作提上日程。王总安排张浩来接我的工作。毕凡，你把系统这块跟张浩交接一下。好。张浩看起来有点慌。这我不太懂后端啊。你先学，不懂得问毕凡。我把系统架构给他讲了一遍。毕凡，这也太复杂了，你确定就你一个人写的？那你怎么？他没说下去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怎么工资这么低？怎么5年没升职？怎么领导不认识你？你这套系统没人能接。我写了文档，你照着来就行。文档？这也太简略了。核心的都在里面了。毕凡，你是真的不打算留了？对。其实吧，我一直觉得你挺厉害的，就是太老实了，不会争。现在争也没意义了。也是，你新公司多少钱？那挺好，恭喜。谢谢。交接继续进行，柳如烟也来找过我一次。庄哥，运维这块你能不能再给我讲讲？
文档里都有。可是我看不懂。柳如烟，我下周就离职了，你看不懂可以问张浩，或者问王总。庄必凡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你就是不想帮我。柳如烟，我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，我现在没有义务帮你。柳如烟愣住了，大概没人这么直接的跟他说过话。他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离职最后一周，我把手里的活都交了，能交接的我全都交接好了，但没有一个人来问我核心系统的底层逻辑。王总以为张浩能接手，张浩以为有文档就行，没人来仔细问过我系统的核心是什么，有哪些坑，怎么维护。就这样吧，我只是一个8500的开发。既然他们觉得我可替代性强，那就让他们试试。离职前3天，公司接了一个大客户，系统需要做一些定制化开发。毕凡，这个需求你看一下，我下周就离职了，就帮最后一次忙，不然来不及。这个需求涉及底层架构改动，不是3天能做完的。不做完你就要走。合同规定是30天，我已经待了27天。毕凡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？王总，5年了，您通融过我吗？每次加班，每次救火，每次临时需求，我都配合。涨薪的时候，您说可替代性强，现在您让我通融。算了，你走吧。离职最后一天，我把工牌交给 HR， 签了离职确认书。毕凡，以后还联系啊。好。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鼎盛科技，5年了，我不会想念这个地方，但我会记住凌晨3点的加班，记住被忽略的日子，记住那些被拒绝的涨薪申请。庄先生，周一入职，别忘了带身份证和银行卡。离职后的第2天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我没接。他又打，可我还是没接。毕凡，系统出问题了，你方便过来一趟吗？我已经离职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毕凡，这个问题只有你能解决。文档里都有，让张浩看。张浩看不懂，你看你能不能电话指导一下？毕凡，咱们共事5年，帮帮忙。共事5年，5年前入职的时候没人带我，连工位都是我自己找的。这5年里，我兢兢业业，但领导却完全不认识。5年后离职，现在跑来找我帮忙。我现在不是鼎盛科技的员工了。到了下午，张浩又打来电话：毕凡，救命！系统崩了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，突然所有接口都挂了，我按你的文档重启服务器，没用。报错信息是什么？张浩念了一堆错误代码。这是数据库的问题，不是服务器。那怎么办？看文档第3章第2节。我看了，看不懂啊。张浩，我已经离职了。知道，但你帮忙，我真的搞不定。技术支持可以花钱买。公司不是，你也知道王总那个人。那是王总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毕凡，你变了。我没变，我只是不想当老实人了。晚上，柳如烟也发来消息：庄哥，运维系统我登不上去了，密码是多少？交接文档里有。我找不到。庄哥，你就告诉我一下嘛。第3天，王总又打来电话：庄毕凡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王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系统一直有问题，张浩搞不定，你就不能回来帮一下？我现在不是贵公司员工了，如果需要技术支持，可以按照外包价格来。什么外包价格？电话那边传来久久的沉默。我现在新公司的时薪折算下来大概是200块，您这边需要多长时间的支持，可以按这个价格算。庄毕凡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们共事5年了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王总，5年了，您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现在我离职了，您想让我免费帮忙，凭什么？我给您的交接文档写了20多页，您有问过我注意事项吗？没有。您以为有文档就万事大吉，现在出问题了，来找我。王总，我不是故意刁难您，但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，剩下的是贵公司自己的问题。 5年了，5年的隐忍、沉默、配合，换来的是8500的工资和一句你是谁。现在我不想忍了。周一，我去星辰互联入职，新公司的氛围和鼎盛科技完全不同。入职第一天，技术总监亲自带我熟悉环境，介绍团队成员。这是庄毕凡，咱们新来的高级后端开发。毕凡之前的经验很丰富，大家有问题可以多交流。中午，同事约我一起吃饭。毕凡，听说你之前在一个小公司待了5年，为什么突然跳槽？想换个环境。那边待遇不好吗？确实不太好。 小公司都这样，没有正规的晋升体系，干多干少一个样。你来我们这算来对了，老板很重视技术的。希望是这样。喂，请问是庄毕凡庄先生吗？我是。你好，我是鼎盛科技的副总周明。我愣了一下，副总柳如烟他舅舅。周总您好，庄先生，听说您刚从我们公司离职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最近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，想请您回来帮个忙。 周总，我已经入职新公司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这边的问题确实比较棘手，其他人解决不了。如果您愿意帮忙，我们可以支付相应的费用。什么问题？
我们的服务器一直崩溃，技术团队搞了3天了都还没搞定，客户那边已经投诉了。3天？我离职了3天，系统就崩了3天。周总，这个问题不是3天2天能解决的，底层架构有问题，需要重新梳理。那您能不能来帮我们梳理一下？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，不影响现在的工作。第二，费用按照外包价格算，每小时300。第三，我只负责指导，不负责执行。310小时，这是市场价，您可以去问问其他外包公司，核心系统架构咨询是什么价格啊？我同意。周末我去了鼎盛科技，会议室里坐着王总、张浩，还有几个技术部的同事。周明亲自来迎接我。庄先生，谢谢你愿意来帮忙。周总客气。王总站在旁边，脸色难看，大概是觉得丢人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张浩把这几天的报错记录给我看，我看了10分钟，找到了问题。数据库连接池设置不对，还有缓存那边策略有问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改了我原来的配置。我没改，日志里都有。这是你改的？怎么解决？改回来就行，但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张浩改的时候把我原来的备份删了，我需要重新写。你怎么搞的？我以为那个备份没用。没用，那是系统核心配置的备份，没有那个备份，出了问题就没法回滚。我没再说什么，开始重新写配置，花了3个小时把系统恢复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周明送我出门。庄先生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是工作。以后有问题，我们还能找你吗？可以，按合同来就行。庄先生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在我们公司的时候，我没怎么注意过你，但你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你有多重要。毕凡，如果你愿意回来，我可以给你开25000的月薪，加技术主管的职位。周总，5年前我入职的时候，工资8500，这5年我申请了3次涨薪，都被拒了，理由是可替代性强。现在您跟我说，给我开25000加技术主管，谢谢周总的好意，但我不会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公司不配。回到家，我收到了王总的微信。毕凡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之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，你一直都是部门的核心，我应该更重视你的。核心5年了，年会的时候你甚至不认识我，现在说我是核心。王总，不用说这些了。毕凡，你能不能考虑回来？周总那边确实给了诚意的。我没回复他。接着柳如烟又发来了消息。钟哥，听说你今天来公司了，运维那边还有点问题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钟哥，我直接把他拉黑了。5年，我在那个公司待了5年，我用5年的时间学会了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不会自动给你公平，你想要什么，必须自己去争。我失去了那个透明人的身份，我找回了自己的价值。毕凡，周一一起吃午饭啊。好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入职星辰互联1个月后，我适应得很好。技术总监林哲经常在会上表扬我。毕凡这个方案设计得很好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午休的时候，同事小周跑过来跟我八卦。毕凡，你知道吗？你之前那个公司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好像是他们系统又崩了，这次崩得更厉害。听说一个大客户直接解约了，要赔好多钱。你不是他们那边出来的吗？怎么走了就崩了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听说他们技术总监被降职了，副总的那个外甥女也被调走了。毕凡，跟你说个事，王总被降职了。听说了。周总很生气，说技术团队管理混乱，王总被撸了，现在只是普通开发了。还有柳如烟，她不是被调走了吗？调到行政部去了。听说她天天抱怨，说技术部太难带了。王总降职了，柳如烟调走了，系统崩了，大客户解约了，这些都是我离开之后发生的事。如果我没离开呢？大概还是8500的工资，还是透明人，估计还会半夜3点又被抓回公司加班。还好我摆脱了。3个月后，我在星辰互联转正了，工资涨到了28000，外加年终绩效，和我在鼎盛科技干5年的总收入差不多。这天，我收到一条陌生消息。庄先生您好，我是猎头，有个高级架构师的职位想推荐给您，年薪45万起。我看了眼，没回复。星辰互联我很满意，暂时不想跳。5年前我还只是一个8500的后端开发，没人知道我是谁。现在有猎头主动来挖我，那5年我像个透明人一样活着，努力工作，不争不抢，安安静静，以为只要我做好分内的事，总会有人看见。但没有人看见，因为这个世界不会主动给你公平。现在想想，至少我学会了一件事，不要指望别人来定义你的价值，你的价值只有你自己知道。